哇，这大雨，这是下暴风雨啊！对，也是啊，台风要来了。是啊，刚才呢天还是晴的，还晒得很热啊。一般的学生都撤侨都回国了，你为什么不愿意离开这个乌克兰，还要留在这个地方？我为什么不愿意？因为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在哪里都一样。但是你离开乌克兰毕竟不同啊，那绝对安全嘛，对吧？是的，离开乌克兰是安全，但是想想我又不是家里面独生子女，你说来一趟出一趟国花了家里面多少钱？我再回一趟国，到时候还得再出来，那得多花家里面多少钱？我都多大了？我年纪挺大了，我再把这些钱全部都花在我身上，那我弟弟妹妹怎么办呀？那爸爸妈妈我们家又不是什么多富裕的家庭，啊。你是从这个角度考虑啊？对。但它毕竟还是有点危险。是危险是危险，但是也不能说，你说吧，我回国呢。其实无可厚非嘛，那肯定这边的打仗嘛，我回国，我家里面肯定也是支持的，他们一直在叫我回去了。但是如果我回国了，那家里面就要多花，你说要多花多少钱在我身上呀？那我那可不止几万块钱了。那会儿那个时间点回去，我还要过来，我还有学业嘛。我那会儿那个时间点回去了，我这边学业不就没了，那不就白花多少钱？那考虑到很多原因吧，我就没有回，因为想呢，这。也不能那么自私，也不能那么自私。弟弟妹妹还小，还很小。那你当时就是说不回去哈，那也待在利沃夫那儿，也比应该苏梅这儿更安全嘛？那怎么样，一定要想着回苏梅呢？因为苏梅毕竟是离俄罗斯只有几十公里嘛，对，前线那么近，对不对？说是这么一回事，但是。我刚刚也说，对我来说其实都一样，在哪个地方都一样。为什么？只要他俄军撤离了，没有俄军的地方，对我来说，不管在苏梅也好，在利沃夫也好，在基辅也好，在任何城市也好，都是一个样子的。危险程度都是一样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导弹它是覆盖了整个乌克兰境内的。你如果有俄军，那就另外去说，因为有俄军的话，你要担心他们会不会被他们杀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没有俄军了，你要担心会不会被导弹炸到。那既然我没有俄军了，我不用担心被俄军给杀掉了，那我就担心只有一个导弹。导弹它覆盖了整个乌克兰境内，那是不是代表在整个乌克兰境内，在哪个地方都是一样的？你是觉得这个概率是差不多的？对，整个概率都是一样的。那其实不管只是现在只是导弹威胁，那不管在哪里都一样。那为什么不在我熟悉的地方？而且苏梅这边，怎么说嘛，消费也低。而且我本来在这房子租在这儿，我房租也得付，还是考虑了挺其他的地方嘛。而且我不是很想去找家里面去要这些生活费，去让他们再多花很多钱。就是你在利沃夫待着的话，会比这个地方花费要多，对吧？也不是在利沃夫待，其实我没怎么花钱，主要是住在别人家，不方便。我太麻烦人家了。人家人很好，人家家里面老婆女儿都很好，对我都特别好。但是总而言之，就是人家一个家庭在那里，我一个外人在那里住了1个多月，已经很长了。而且他们又不求回报吧，也不求回报，也不跟你要钱。哎，对，我就说纯粹是帮助你。对，我就说我在那儿我能做什么，我帮忙做什么，我就帮忙做什么。但是时间长了，毕竟不是一个办法，去太打扰人家了，我就想就走吧。就回来了。那你从利沃夫开回来这个苏梅，那就开着这辆车？对，这很远啊，1000多公里。1000多公里，你自己开回来的？对。哇。从利沃夫开到基辅，然后在朋友家的公寓借住了1个晚上，因为那会儿有宵禁。在宵禁前我没办法直接开回苏梅嘛，我就在基辅借住了1个晚上，然后第2天早上又从基辅开回苏梅。路特别烂，很多地方就是被炸断了，是的，拿那个钢筋架着，开钢筋碾钢筋碾过来的。那这路上这个中间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？没有。对，整体他们乌军的关卡呀，那些士兵啊，都是很友好的。是吧？对，都是很友好的。你拿自己的证件就可以过。对。他们在问你几个问题，比如说你从哪里来，你正常的去回复他们就行了。他们还是比较讲道理。对，比较讲道理的乌军，我目前在乌克兰遇到的乌军啊，都比较讲道理，而且都比较照顾我们。
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，就比如说我当时还在利沃夫生活的时候，利沃夫大街上其实很难看出来那个战争的景象嘛，因为大多数乌克兰人都到利沃夫去了，那边是人山人海，那边人山人海，什么东西都在正常工作。我当时看到那个景象，我妈妈又很担心，我家里面父母特别担心。我想说给他们录个视频，我说你看这边大家都是这么生活，一大堆人，你怕什么？我在那边给他录视频，然后就不知道从哪里就冒出一个警察，一个大兵，一个警察，两个人手上都端着枪，他们出来就开始盘问我了。我说实话，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冒出来的，可能带着枪站在路上，怕吓到人，应该躲在小巷里面的，就突然就冒出来了，盘问我从哪来，跟我说那个不能录像，不能拍照，我不知道呀，我当下不知道，我只能说他问我为什么拍照，为什么录像，我就给他解释。跟你妈就是我说我家里面父母特别担心我在乌克兰，我不愿意回去，他们特别担心我。我看到这边景象特别好，大家都没有很紧张，所以我想录个视频给他们，就是报个平安。然后他们说，不能录视频，就很耐心的给我解释的啊，也没有很凶，就全程带着笑脸的嘛。那他拿个枪过来，我也怕。那我们没办法呀，我们触犯到人家的规定了呀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只能说好的，就只能他们说什么我们就什么。他们说我们该遵守什么样的规定，我们毕竟现在在这个地方，他们正在打仗呢，我们就要遵守什么样的规定。那我就把手机收下来，我就把那个视频当着他们面给删掉了。删掉以后，他们就跟我说，如果说遇到什么喜欢的东西，比如说人家唱歌也好，怎么样也好，你们可以拍单独的一个小的地方，但不能拍大型。他们还给我解释了。反正后面查完证件以后就放行了，就也没有为难我们，就没有为难。包括我那会儿刚买车的时候，我这辆车刚买的时候，没上牌，正在就是预约了办牌嘛，但是牌还没办好，包括保险都没买。在过关卡的时候，因为当时上了一个红牌就是没有保险的车，这种车其实不应该上路的。应该找拖车拖过去，然后把所有证件弄好再拖回来，这法律是这么规定的嘛。然后当时这个特殊情况，大兵拦下我们车，找我们要保险。我们给他解释了一通之后呢，也没有为难我们，就放行了。就放行了，就让我们去办证了，然后跟我们说一定要买保险，跟我今天一定要把保险买下来。就其实他们不为难我们外国人，没有我们国内人想的那么严重，说什么这个样子。我不能说100%都是这样子啊，但是至少我见到的都是这个样子。我遇到的都是好的一面的东西。可能我见到的是阳光，也有人见到阴暗，我们没办法把所有东西都说成一个绝对。我见到的阳光多。那你这个车往回开，我们都知道这油都是管制的。这个你当时上哪儿搞的这油啊？买车容易，这油好像特别困难。油，我在决定回苏梅的前2天，我就开始排队。在利沃夫，就是去问哪个加油站有柴油，我就去哪里加油。但要排队，排的队伍特别长，有的时候排出去几公里啊。我们几公里？对，几公里。那会儿是花了2天时间，加了40升油。那也没加满吧？没加满，差10升。差10升。排了2天队，加了40升油以后呢，我托利沃夫那个大哥啊，那个老大哥，他帮我又去问了本地的乌克兰人，在他们那里帮我要了15升油。帮我要了15升油，往这车里面又加了15升，然后后备箱他又给我倒了10升油，在我的那个油罐罐里面，油瓶子里面，我就把那20升油带上，然后后面又联系了另外一个城市的朋友，我开车去他那拿了，他帮我联系了60升油。他怎么帮你的？工厂啊？工厂叉车。工厂叉车。从叉车里面放油，那也是他们本地乌克兰人嘛。乌克兰人从工厂叉车里面给我放了60升油出来，偷偷的吧那是？偷偷的是吧？放了60升油，当时其实我想着说给钱的，他没要我钱。你是说叉车那个师傅没要你钱？都没要，其实我当时都想给钱的。我都想给钱的，包括利沃夫那边，我都是他们都不要我钱。
除了加油站啊，就额外去联系了他们本地人，他们给我提供这些柴油啊，他们都不要我钱。但是因为在利沃夫那会儿是怎么说，是老大哥给我联系的嘛，那我不能让人家这么为难，那到时候人情欠的是他的，那不行啊，我就说那不行，如果你不收我钱，我就不要你这个油了我就不要了。后面就人家也没办法，人家就是不要，后面我就偷偷的就给了一些钱，塞了钱，我把钱就放在那儿，就按照当时那个油的市场价嘛，给了我多少升，我就算了多少油，我就给他放在那儿，然后我们就走了。走了，那个是我给钱了。到后面去另外一个城市拿那60升油，我是没有给钱的，因为我联系不上那个师傅。我联系不上，原先也是说按照市场价，我该给多少，该付多少付多少，咱不能占人家这个便宜啊。肯把油分给我，已经是帮大忙了。联系不上那师傅，没办法，这个钱给不了，我就拖了60升油就回来了。我就一路拖了80升油，从利沃夫开到了苏梅。对，在基辅还加了2次油吧？对，在基辅还加了40升油。在利沃夫加满了1箱，只能开到基辅，基辅又加了40升，开到苏梅。那你现在回了苏梅以后，那你觉得你的生活跟过去比起来有变化吗？正常生活没什么变化，唯一有变化就是天天防空警报在响。每天都在响。特别是半夜的时候。那现在你听到防空警报的时候，你会起来吗？一般不会，但是如果有的时候我家楼下那个一响呢，我会被吓醒。那里被吓醒了，那就起来了呀，没办法，那声音太大了。那只是被吵起来啊？对，并不是害怕是吧？对。有的时候防空警报响的，我还在睡呢，睡的，但是它防空警报响跟可能人会有一种应激的一种反应啊。听多了那个导弹在天上飞的，有一天防空警报没把我叫醒，我被导弹那个声音给弄醒了。是吗？其实它声音也没有很大，不比防空警报大的，但是就是会有那种怎么说呢，应激反应，一听到这个声音就醒了。可能也是恐惧吧，也会怕嘛。你说现在习惯吧，他也习惯，但是潜意识里面肯定是怕的，因为这个东西真炸下来命就没了，怎么能不怕呢？还是有概率的，对吧？对，还是有概率的，那肯定是会怕的。那导弹飞过来了，我听到那导弹声音我就醒了，眼睛就睁开了，我就听那个声音，听它飞远了，好，我就把眼睛闭上了，我就睡了。我眼睛一闭上，眼睛刚闭上都听到爆炸了。应该不算很远，可能就有个100来公里吧，还是可以听到声音，而且我们这边是有震感的。听到爆炸轰的一声，然后我玻璃晃了一下。好，那炸了嘛，然后我就睡了。又接着睡。又接着睡了。学校现在上课吗？不上课。对，上网课。上网课，就是你即便回来，反正也不需要去学校。对。那你现在每天做什么？每天吃饭、睡觉、健身。是吧？然后教学生。教学生赚点钱就是吧？赚点生活费。然后顺便再帮那些已经回国的学弟学妹处理点学校里面的事情。我看这个，像毕竟这是一个战争中间的国家但我跟你打交道，跟你接触，我觉得你还蛮乐观的，心态也很，怎么说呢，就没有我想象的那种，比如说就是觉得特别害怕呀，然后就觉得生活好像没有前途什么之类的。那能怎么办？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？我觉得。我觉得这个心态也是你自己性格与生俱来的，还是说你在这个过程中间你慢慢的变得适应了，然后你觉得这生活本来就是这样，其实也没什么。我这个人怎么说，适应力比较强。是吧？适应力比较强。因为可能家里面教育有关吧，我平时也不怎么依赖人，都是自己生活的。所以到这种时候你能怎么办嘛？就想着天生比较乐天派吧。就想着怎么办？那打仗都打起来了，那我们还能怎么办？我们还能扭转局面吗？那既然不能扭转局面，那就该怎么样生活怎么样生活呗，对不对？那你怎么看俄罗斯跟打乌克兰这件事情？那我能怎么看？那关系大了。那他打过来肯定是不对的呀。那他主动去入侵别人家，他用什么理由？我们不是政客啊，我们不是政治家，我们就平常人来说，他打过来那些理由，我觉得好多都是不存在的。
但是我们没办法去说呀，我们不了解啊，我们接触的只是他们普通的人，我们没接触过他的什么军阀也好啊，什么政治家也好，我们都没接触过。但是在我接触他们本地普通人，我在这好几年，我接触他们本地普通人，我觉得他们都是特别友好的，他们人民质量、人民的那种素质啊很高，素质水平特别高，人也特别友好，特别热情。我完全没有感受到他们说的什么乌克兰怎么样怎么样，纳粹啊，哎，对对对，我完全没感受到这一点，是吧？而且我在这边，我丢东西了也好，怎么样也好，他们警察呀什么都很乐意帮助我。学校里面也好，学校老师呀、校长啊、院长啊都是特别好。那你觉得这个地方，比如说它靠近边境，有那种仇俄的那种心态吗？这个说真的啊，在这次打仗之前，我是真没发现。是吧？就是俄罗斯人在这个地方也蛮多的，是吧？俄罗斯人多不多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他们本地人很多俄罗斯人亲戚。很多人是有俄罗斯亲戚，对对对对，还有很多人父母在俄罗斯那边工作，包括我认识的就有。对。那他们平时就是谈论的时候，你跟他们聊天谈论的时候，他们有谈论到俄罗斯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态度？他们讨厌俄罗斯，不讨厌，他们不讨厌，对，不讨厌。他们唯一怎么说呢？只是说他们不讨厌俄罗斯人，但是不代表他们不讨厌俄罗斯政府。因为毕竟2014年，已经打过一次了。他们但是谈论起俄罗斯人，他们都是不讨厌的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不一样了呀。现在呢？现在你能说他们不讨厌吗？那我们将心比心一下，日本人打过来了，我们能不讨厌日本人吗？对不对？那他会不会还是只讨厌俄罗斯政府而不讨厌俄罗斯人呢？你说这么明白事理的人是有的，但是你在这种特殊时期，我们不能要求人家一定要去明白这种东西。你说他们俄罗斯人是政府打过来的，跟他们百姓没关系。那我们站在一个局外人的立场，我们可以去说这种东西。但是我们不能说去道德绑架人家乌克兰人就一定要接受这个看法呀。他们再讨厌俄罗斯人，我觉得现在都是理所应当的事情。你觉得可以理解？可以理解的。对，这都是可以理解的。那你因为你其实是个中国人，并不是俄罗斯人啊。我不是俄罗斯人，我也不是乌克兰人。对。那你自己的情感呢？我怎么说嘛？我没有说什么仇视什么，我不仇视，我只是觉得，怎么说这个东西有点难讲了，这个主观情绪太深了哈。因为肯定有一个最直观的，我猜你就是经历这几个月的这种生活嘛，对吧？肯定会有自己的情感嘛。对啊，因为毕竟我本身我是在乌克兰生活，我不在俄罗斯生活，我的个人情感上我肯定是偏向于乌克兰的。而且我在乌克兰本地受到他们这么多帮助的情况下，我肯定是偏向乌克兰的。你说对俄罗斯入侵这一次，我肯定是支持乌克兰的，我肯定是站在乌克兰的立场上面，我肯定是觉得俄罗斯是在入侵乌克兰，这点是没有办法改变的。俄罗斯绝对是在入侵乌克兰。你说就在我们这个小县城，他杀了都杀了不少人啊，不是大兵啊，就是活生生的人，还烧人家房子。那个烟飘的到处都是，那你说你怎么能说他不是在入侵呢？那有这种说法也是，好像乌克兰把俄罗斯逼得没有办法了，他们才这么做的。那这个怎么说？政客有政客的看法嘛，我们普通人看法，仁者见仁吧。我们没有办法去说这个事情，我不了解政治。那你就是单纯认为这就是入侵，是吧？对。你说他为什么俄罗斯要觉得为什么俄罗斯要说乌克兰逼他呢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乌克兰就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呢？人家乌克兰自己是个主权国家呀，那主权国家可以有自己判断力，他们想加入哪个组织是他们的事情，他们不是依靠俄罗斯去生活，现在不是前苏联了，对不对？你没有理由干涉，你说？对，俄罗斯他自己是个独立国家，乌克兰也是个独立国家，你独立国家凭什么去干涉一个独立国家的决策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去干涉，没有办法去干涉的呀。行，好的，谢谢。